这个视频可能是全网最全的茶叶百科，从茶叶的历史、分类、成分、制作工艺、适宜人群，彻底整明白茶叶之间到底有啥区别。我们喝茶喝的到底是什么？几千年前，一片茶叶与人类相遇，被当作一味解药，经过中国人的双手，变为可口的饮料。它步入唐朝诗人的殿堂，成为游牧民族的生命之饮，藏进僧侣的行囊，与佛法一起东渡日本，成为英国文化中精致优雅的礼仪。跟随日不落帝国走遍世界，终于在2022年11月29日，中国茶叶申遗成功。这一世人皆知的事情，却姗姗来迟。100万年前，野生茶树生长在中国西南山区，这里气候温润，山势起伏。5000年前，神农尝百草，日遇72度，而茶解制。东汉时期，华佗认为茶叶是药材，那时的人们把茶叶当菜食用，往粥里加点茶叶，就这么喝。到了唐朝，茶饼出现，使得茶叶可以传播到更远的地方。唐代喝茶要先烤茶饼，研磨成末，器皿是浙江越窑的青色瓷器。水1沸后加入食盐，2沸后投入茶末，3沸后可以饮用。唐代陆羽系统总结了茶叶知识，写了本《茶经》，成为茶学开山鼻祖，被尊称为茶圣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在唐代，茶叶扮演着守边疆的职责。游牧民族长期吃肉喝奶，茶多酚刚好可以促进消化，以茶换马，互通商业。通过茶马古道，茶叶进入西藏，筑起了通商的塞外长城。公元805年，最澄和尚将茶叶种子带回日本，栽种在京都比瑞山下，这是日本的第一座茶园。到了宋朝，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经过蒸、捣、拍，在模具中压制上龙凤图案，被称为龙凤团茶，是当时的奢侈品。宋朝茶文化盛行，喝茶方式被称为点茶，用小勺把茶沫分到几个碗里，冲入开水，一边冲一边快速搅拌，就像打鸡蛋液一样。一个人鼓捣叫做点茶，2个人以上就称为斗茶。汤色纯白如乳，就是全场最佳。宋人还玩出了新花样，趁茶沫还未消退，便即兴作画，和现在的茶叶拉花一样。适合玩这种游戏的器皿是黑盏，产自福建建窑。这套玩法被一个叫做南浦昭明的和尚带回了日本，日本茶道就此诞生。其实，人们饮用茶叶1000年都没有什么变化，都是绿茶。但是在茶农的一次失误中，茶叶意外发酵，便有了红茶。到了明朝，开国猛男朱元璋觉得唐宋的茶道太过繁琐，就废除了团茶，改为散茶，直接用沸水冲泡。17世纪，在西方大航海的推动下，被欧洲大量进口，路上穿越丝绸之路，抵达中亚和圣彼得堡。在英国流行起了下午茶，是优雅品味的象征。几百年来，中国出口的茶叶带来的巨额利润，让欧洲列强羡慕不已。早在1560年，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就来中国窃取茶叶技术。1839年，英国进口中国茶叶高达4000万磅，占英国全部收入的10%。英国为了抵消贸易逆差，向中国输出鸦片，便导致了后来的鸦片战争。1848年，英国人罗伯特·福琼来中国窃取茶叶技术，偷盗茶叶、树苗，用了3年的时间，将优质茶叶产业偷到了印度和斯里兰卡，就是如今的阿萨姆红茶和西兰红茶。请记住他，这个小子是史上最大的商业间谍。1890年，英国人汤姆斯·利顿推出利顿红茶。在100年后的1992年，利顿红茶进入中国市场，形成了中国7万家茶企不敌1家利顿的尴尬局面。说完了茶叶的发展史，可能大家更感兴趣的就是绿茶、白茶、黄茶、乌龙茶、红茶和黑茶到底有啥不同？理论上讲，从一棵茶树上采摘下来的茶叶可以制作成上述6种茶叶中的任意一种，这是反常识的。你之前一定觉得一种茶树只能生产一种茶叶，其实这是错误的。像西湖龙井、铁观音、大红袍、正山小种等这些名茶都只是地理标志产品，没有哪一种茶叶天生就只能做那一种茶叶，只能说更适合做出哪一种茶叶。茶叶的分类是茶学专家陈传教授在1979年提出的，也是现行的国标。主要依据是茶多酚类物质黄烷醇的氧化程度不同，通俗的讲就是发酵程度不同，就像苹果切开后会变色一样。最直观的感受是，随着发酵程度增加，茶汤的颜色逐渐变深。茶叶中的有机物含量超过700种，不同化合物的含量决定着茶叶的口味。
茶汤中的氨基酸决定着口感是否新鲜，茶多酚和果胶会给人一种味道浓郁的感觉，涩味主要来自儿茶素等多酚成分，苦味来自咖啡碱、可可碱等生物碱，糖类、低分子氨基酸产生甜味，酸味物质主要来自谷氨酸、天冬氨酸以及酰胺化合物。不同的茶叶制作工序不同，为了讲全茶叶加工的所有步骤，让各位朋友在家里就可以手搓茶叶。下面将详细介绍茶叶的采摘、雕尾、做青、杀青、揉捻、烘焙、发酵的步骤。采摘，这个长手的人就会选择茶树上的芽和嫩叶，春季茶叶的品质是最好的。采摘时间一般选在晴天的早晨或者傍晚。雕尾是在一定温度、湿度下使茶叶失去水分的过程，叶片变软，便于后期发酵，是白茶、乌龙茶、红茶加工的重要环节。一般温度控制在25到35摄氏度，湿度在70%到80%左右。将茶叶摊放在尾雕槽或尾雕床上，自然通风。每隔一段时间就翻动下，持续2到8小时。茶叶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化学变化，茶多酚的氧化和氨基酸的转化会对茶叶的颜色、香气产生影响。做青是制作乌龙茶的一道独特工艺，又叫摇青。叶片在相互摩擦碰撞下，使茶叶中的茶多酚与氧气接触，导致酶促氧化反应。这一步骤增进了疏导组织的疏水能力，加速梗脉中的水分向叶肉细胞渗透，使叶片恢复膨胀状态，被称为还青或还阳。杀青二字听起来冷酷无情，但实际上是茶叶制作中的温柔一刀，就是把采摘下的鲜叶通过高温处理，迅速破坏茶叶中的酶活性，让茶叶停止发酵，保持住那份鲜嫩的绿色。在高温下，茶叶中的水分迅速蒸发，牢牢锁住香气，苦涩味大大减少。工艺中多为炒青、蒸青、烘青，不同的方式都会影响茶叶的口感。揉捻，顾名思义就是用手搓或者用机器搓，主要目的是破坏茶叶的细胞组织，塑造茶叶的形状，使茶叶与空气充分接触，促进发酵。揉捻程度要适中，力度重了会发苦，力度不足则味道淡。烘焙主要目的是降低水分含量，促使茶叶中发生酶促氧化、脂化等化学反应。传统的方式是放在燃烧的木炭上烘烤，炭烤可以使茶叶具有独特的炭香，但要求制茶师傅丰富的经验，一不小心就会将茶叶烤焦。相比炭火烘焙，电烘焙温度控制更加精准，但口感不如炭火烘焙醇厚。还有一种就是热风烘焙，原理就像吹风机吹干头发一样，加速茶叶水分快速蒸发。这种工艺处理的茶叶口感很差。最后讲下发酵过程，上文也提到了中国的6大类茶叶，按照发酵程度依次为绿茶、白茶、黄茶、乌龙茶、红茶和黑茶。发酵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，涉及到酶促反应、氨基酸和咖啡碱的变化、微生物作用等。酶促反应是多酚氧化酶和过氧化酶对多酚物质的催化氧化，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中间产物磷醌，从而进一步合成茶黄素、茶红素，也正是它们赋予了发酵茶的颜色。比如红茶和普洱茶，茶叶的香气主要受发挥性醇类、醛类、酮类物质的影响，这都与酶促反应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茶叶中的蛋白质会被酶分解为氨基酸，咖啡碱被分解为咖啡酸，在微生物细菌、酵母的加持下，会加速茶叶的发酵。这张图详细的介绍了每种茶叶的制作流程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收藏下。按照发酵程度，先从没有发酵的绿茶开始说起。被采摘的新鲜嫩叶经过杀青，保留了树叶的原汁原味，茶多酚几乎没有被氧化，经过揉捻定型，干燥后就直接上市销售了。绿茶性寒，味苦，适合高血压、高血脂、冠心病、糖尿病、油腻食品食用过多者，以及经常接触电脑上班一族和喜欢抽烟喝酒的人饮用，但对肠胃刺激较大、过敏体质、脾胃虚寒者和易失眠者不宜饮用。白茶是微发酵茶，几乎不需要加工，仅采摘茶叶，经过雕尾，然后晒干或者轻微烘干就可成型。白茶性寒、味甘，适合热性体质、口渴、大便干燥等症状的人群饮用。黄酮类物质含量高，适合女性饮用。同时，白茶有很好的抗氧化和降血脂作用。黄茶属于轻微发酵茶，加工工艺近似绿茶，比绿茶增加了焖黄的工艺。
茶叶经过杀青、揉捻后，用湿布覆盖或者堆积起来，让茶叶在温湿的作用下发生轻微氧化。黄茶性温，味甘，适合消化不良的人群。乌龙茶又叫清茶，是半发酵茶。相比上面3种茶叶，乌龙茶的制作步骤就要复杂得多，要经过采青、萎凋、做青、杀青、揉捻、干燥，从而形成复杂的味道层次。其中做青也叫摇青，是乌龙茶制作关键。经过摩擦碰撞，使茶叶边缘部分细胞组织破坏，形成绿叶红镶边的特点。炒青可破坏茶中的茶酵素，防止叶子继续变红。揉捻塑造茶叶的外形。烘焙去除多余的水分和苦涩味。乌龙茶的茶性不寒不热，适合多数人饮用。单宁酸含量高，可加速脂肪代谢。红茶属于完全发酵茶，在国际市场上非常受欢迎。英式下午茶就是以红茶为主，英文 black tea。对，你没听错，红茶的翻译就是 black tea。那么黑茶的翻译又是什么呢？鲜叶经过雕萎、揉捻、发酵、干燥等工序，其中发酵是影响红茶品质的关键步骤。红茶茶叶温和，对身体的刺激较小，有助于调节肠胃功能。最后说下黑茶，最常见的就是普洱茶了。黑茶的制作过程包括采摘、杀青、揉捻、渥堆、干燥、蒸压成型，其中渥堆是关键步骤。通过渥堆，使茶叶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发酵，形成独特的品质和风味。黑茶性温，味苦，对肠胃的刺激性小，具有很高的保健价值，也是长期储存的茶类之一。所以你知道黑茶的英文名是什么吗？我会打在评论区，赶紧去喝茶吧，顺便还可以吹吹牛，就说是从我这儿学的。